那宾客欢腾的舞会上，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背影，那个令他多年魂牵梦绕、夜夜思念无眠的身影。女人转身的刹那，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当他再次拥抱着女人在舞池中起舞，亚历克斯笑颜如初地对斯宾塞说 Took you long enough. 故事发生在美国西部蒙大拿州，家主是来自爱尔兰的移民达顿一家。雅各布·达顿的哥哥一家先来到美国，没多久，哥哥就抛下孤儿寡母，撒手人寰。嫂嫂绝望之际，给雅各布写信求助。当雅各布·达顿来到美国时，嫂子也死了，只剩下2个孤儿。于是他领养了2个侄儿，在这举目无亲的荒凉之地扎下根来。一晃就是几十年，时间来到192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5个年头。垂垂老矣的他带着一家人正在经历着艰难的一年。作为牧牛为生的家庭，蝗灾使赖以生存的草场枯竭，没有了食物的牛群虚弱死亡。看着日益严重的损失，他忧心忡忡。这不仅仅是他一家的事儿，身为治安官的雅各布还要处理更为棘手的麻烦。蝗灾让所有依靠草场放牧的家庭都受到影响。一些不守规矩的牧羊者把羊群赶到了别人家的牧场吃草，结果羊被杀了。牧羊者们为此闹上了法庭，为首的是一个名叫班纳的羊倌，他恶人先告状，认为法官包庇杀羊者，却不提自己赶羊侵占别人的草场，而且当庭就大打出手，市长鸣枪制止。雅各布直言不讳，既然知道那是别人的土地，还故意侵占，就是盗窃。羊连根吃草的习惯，如果随意放牧，会让别人的草场成为荒地，这对所有畜牧的家庭都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按照规定，除非下雨，否则山谷里不允许放羊。班纳明知故犯，罪加一等。于是班纳耍起了无赖，声称羊是自己跑去的，然后话锋一转，把矛头指向雅各布，声称达顿家拥有一座山才是牧场不够的根本原因。雅各布马上怼了回去，你想拥有几座山都没有问题，但是要自己花钱租，而不是靠白嫖别人的。说罢驳回了班纳的起诉。离开法庭，没讨到便宜的班纳不甘心地等在外面纠缠雅各布。雅各布建议他把羊群赶到无人区去放牧，班纳却说那里有熊有狼。雅各布怒不可斥地告诉他，怨这怨那的，就干脆别干这行了。说罢扭头就走，无言以对的班纳恼羞成怒地欲从身后偷袭雅各布，被旁边的警察拉住。这时镇长冲上来警告班纳，如果他还折腾，就让他进班房。雅各布也警告他，如果他还敢再践踏规则，那么死的不仅仅是几只羊，而是全部。说罢就和镇长离开。班纳明显不肯接受这个结果，他和达顿家这梁子算是结下了。这个班纳是镇上家喻户晓的无赖。离开了法庭，雅各布来到畜牧协会的会桌上，他提出愿意拿出自己的山坡来给大家免费放牧，但海拔较高，需要各家的牛和牛仔集中起来，方便统筹。先扛过这一季再说，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支持。雅各布领养的2个侄儿都已经长大成人，大侄子约翰一直跟在雅各布身边，早已成家立业。另一个侄儿叫斯宾塞，他是第1次世界大战的退役战斗英雄，但他为战争中留下的精神创伤所折磨。战后他来到非洲，成为一个赏金猎人，辗转在非洲大陆上猎杀那些食人野兽。这一天他接到一个新活，是要猎杀一只潜入酒店野营区的豹子。酒店经理把他和他的2个伙伴安置在营地旁边的帐篷里。对于这个能够独立战胜一头强壮的成年雄狮的男人来说，一只豹子根本就不在话下。所以斯宾塞把2个土著伙伴留在了帐篷里，独自在草丛里等待着猎物。营地外，一个女子独自起夜，身旁忽然冒出一只豹子，将其扑倒在地，接着消失在齐腰深的草丛中。听到动静的斯宾塞赶过来，凭经验在不远处的树上找到了那只正在大快朵颐的豹子。这时另一只豹子正闲庭信步地走过帐篷，帐篷里的伙伴大惊失色，急忙冲出来大声警告。刚刚干掉树上这只的斯宾塞急忙回头，只见草丛中跃出另一只扑倒了同伴。他大步上前了结了这只豹子，但同伴已不幸遇难。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今天给大家带来1923的第2集。
失去同伴的斯宾塞怒气冲冲地来到营地，大口灌着酒，缓解胸口的疼痛。胸口是豹子留下的血淋淋的爪印，医生为他清理伤口时告诫他，还需要去医院再次清创才行。酒店经理姗姗来迟，搭档提出要把死去的伙伴送回部落。酒店经理马上表示可以安排他们上火车，人都散去了。斯宾塞缓缓说道：“这是一对正处在交配期的豹子，他们形影不离地一同狩猎，而酒店经理却隐瞒了实情，导致自己判断错误，痛失伙伴。”面对指责，酒店经理圆滑地否认着。斯宾塞要求他道歉，他满不在乎地随口道着歉，似乎一条土著的生命对他而言并无所谓。这深深地惹怒了猎人。斯宾塞愤怒地鸣枪警告，酒店经理才惶恐地认真道歉。雅各布的妻子卡拉是个能干的女人，白发苍苍的她对这个家庭倾注了所有的情感。这是丈夫回来的日子，她独自在廊下等待家人的归来。当听到马蹄声，她默数着远处的人影，确定一个不漏，才放心地回屋躺下。雅各布安排大家尽快集中牛和人手，每天饿死的牛都在增加，并问起小孙子的婚礼。杰克满无所谓地说自己可以让未婚妻推迟婚礼，这么直男的态度让父亲约翰觉得好笑。事事安排妥帖后，雅各布才进屋上床，看到妻子没睡，就把即将一起上山放牧的事情告诉了妻子。卡拉马上想到了小孙子杰克推迟婚礼的事，恐怕得自己出面解决。雅各布说杰克打算自己解决这件事儿，这让卡拉感到结果不妙。果然，当杰克笨嘴拙舌地向未婚妻提出推迟婚礼，这摆明是在告诉他还不如头牛重要。女孩子哭着摔门而去，这一状况让杰克措手不及，顿时慌了手脚。卡拉奶奶及时赶到，先把杰克劝走，自己提出和女孩谈一谈。卡拉告诉这个城市女孩，做一个农场主妇多么不容易，牛仔们风餐露宿在外也情非得已。牛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财产，是生存的基本保障，所以嫁给牛仔的浪漫和自由的背后是无条件的付出和信任。单纯又孩子气的女孩一抹眼泪破涕而笑，提出要跟着卡拉奶奶去找未婚夫。这对热恋中的小情人终于和解了。凌晨天还未亮，牛仔们就开始集中牛群，而同时羊倌班纳带着几个同伴偷偷剪开了达顿家的铁丝网，直接把羊赶进了达顿的草场上。这边各家集中的牛群被牛仔们赶着上了山。当杰克率先来到山坡，却发现了班纳的羊群已经侵占了草场，而远处的班纳举起枪，毫不犹豫地就向杰克开了一枪。杰克应声落马，所幸只是打中了马，杰克被倒地的马死死压住。羊倌们还想上前灭口，听到枪声的雅各布和牛仔们及时赶到，双方开启了一场枪战。羊倌们很快败下阵去，愤怒的雅各布把班纳揍了一顿，然后把羊倌们脖子套上绳索扔在树林里。杰克问爷爷，那些羊倌会不会死？爷爷告诉他，那就要看他们的马忠不忠诚了，而且自己也不希望他们全都死了，因为这些喜欢觊觎别人财产的贪婪家伙是杀不完的，只有让惩罚的恐惧压过贪婪，才能以儆效尤，而活下来的人就是最好的宣传。所以谁死谁活就留给上帝决定吧。可上帝从来不按常规出牌，偏偏只有无赖班纳幸运地逃过一劫。新的城市，新的猎物。痊愈后的斯宾塞继续着猎人的生活，独自在酒吧喝酒的他却成了度假区女性们的猎物。一个英国美女上前搭讪，女儿们兴致勃勃地隶属着她的丰功伟绩，有的没的全都安在她身上，来满足自己对英雄的浪漫幻想。金发美女敏感地察觉到斯宾塞身上的落寞，于是问他为何要当猎人。斯宾塞坦言，人只有在面对死亡时才能感到一丝活力，话语间透露出无法体会生活的麻木感和对生命的淡漠。说完，这个充满忧郁气质的帅气男人投来一束深邃眼神，让女人瞬间沦陷了。旁边的女伴感觉气氛不对，赶快上前告诉斯宾塞他已经订婚了，然后拉着女人离开。很快斯宾塞就接到一个新活，他决定第二天就动身前往目的地。
当晚，在酒店的宴会厅正在举行一场订婚宴。女主角正是亚历克斯，她对即将嫁给一个不爱的男人感到抑郁，不顾宴会众人的目光，起身离开，到外面透气。追来的女友安慰她，女人嫁给一个好人比嫁给爱情更重要。艾利克斯表面敷衍着，内心却无法接受。转身间，他看见那个与众不同的猎人，他忽然希望这个男人带他逃离这里，但未婚夫的呼声打断了这一切。清晨，斯宾塞坐上离开的汽车，花园中是女人周旋在亲友间的身影。他心底浮现出一丝相见恨晚的遗憾，然后转身上了车。亚历克斯也注意到猎人的车子正在离开，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不能放手，绝不能任凭自己沦为一场家族交易。于是他突然抓起自己的行李，不顾一切地奔向斯宾塞的汽车。车子停了下来，他毫不犹豫地跳上车，要求带自己一起离开。斯宾塞告诉他，此去可能有生命的危险。女人毫不犹豫地回答，愿以性命相随。斯宾塞面露喜悦，车子绝尘而去。斯宾塞这次的目标是一头偷袭铁路工人的土狼。据工头介绍，这只土狼单独行动，只要命不吃肉，善于隐藏、埋伏、偷袭，不留痕迹，连陷阱也不管用。上次痛失伙伴的教训让斯宾塞不再完全信任这些描述，他提出要找当地人询问，但最近的村子也有10公里，他只好作罢。清晨的草原景色清凉，独自醒来的亚历克斯来到帐篷外，正遇上回来的斯宾塞。恢宏的景色往往引起宏大的话题。亚历克斯聊起了人类的起源，这让斯宾塞想起一个有孩子脚印化石的地方，瞬间引起了女人的好奇。于是两人驱车前往，路上景色绚丽，女人像个孩子一样的开心。来到目的地，岩石上那些小脚印的化石让亚历克斯不禁感叹人类的渺小，生命的短暂。斯宾塞赞同地说，那就不要浪费任何一天。于是这对一见钟情的恋人终成眷属。回程的路并不太平，两人遭遇到大象的攻击。斯宾塞打死了大象，但是车子损毁无法启动。两个人只好爬上附近的一棵树过夜，但是树还不够高，不足以抵抗会爬树的豹子和狮群。亚历克斯打了个冷战，要过酒壶，闷了一口压压惊。夜晚，大象的尸体引来了狮群。被惊醒的亚历克斯第一次近距离观看一群凶猛的狮子撕抢着象肉，感到无比恐惧。紧接着，附近又传来一声声阴冷的叫声，引起了狮群的骚动。斯宾塞说那是土狼的叫声。很快，一群土狼围了过来，狮子群与土狼群紧张地对峙起来。为了食物，双方开始互相攻击。这阵仗把亚历克斯吓得哭出声来。声音吸引了一只母狮子，他发现了树上的两个人。母狮子开始爬树，斯宾塞不得不开枪打死了他。枪声打断了双方的战斗，狮群围到了树下，他们开始从四面八方攀爬。亚历克斯吓得绝望地大哭起来。终于，一个救援车队缓缓开来，两人终于得救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插曲不仅没有吓退亚历克斯，反而让两人更加如胶似漆了。雅各布安排人把缴获的羊赶到了保留区，送给了食不果腹的原住民，然后把牛群安置好，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当一众人等骑着马出现在地平线上时，伊丽莎白狂喜地尖叫着就奔了过去。杰克也迫不及待地奔向了未婚妻。老雅各布青春焕发的策马奔向卡拉奶奶，搞得卡拉一脸的担心。一下马，雅各布就告诉妻子自己要进城找治安官，这让刚见面又要分开的卡拉心生不悦。老雅各布马上说这次带着全家一起去。卡拉开心地笑了。此时班纳也精疲力尽地走回了家，刚到家就安排儿子去集结人手。
老雅各布一家打扮整齐来到城里，正遇上路边有电力公司的人在介绍各种电器，大家好奇地围过去。销售员忙着介绍洗衣机、电冰箱，只要付一点电费就可以从家务事中解脱出来。杰克却认为这些看起来便利的物品只是为了让人变成电力公司的奴隶。说罢，丢下哑口无言的推销员，扬长而去。在治安官办公室里，治安官不赞同这种老派的偏激做法。老雅各布则认为，那些妄图杀死自己孙子的恶棍必须受到严厉惩罚。如果法律不能解决这些暴徒，那么就由自己动手。当他来到家人身边时，天色已晚，一家人决定在城里住一晚，第二天再回去。这个决定对一家人来说跟度假一样开心。当晚，杰克就带着未婚妻和朋友们跑到地下酒吧痛饮，接着小两口就回到酒店共度了良宵。而这一切都被班纳的人看在眼里，他上马偷偷回去报信。清晨，雅各布和卡拉很早就起了床。卡拉感叹世界变化很快，人变得越来越贪婪。雅各布告诉妻子，不论世界怎么变，自己都不会改变爱听他絮絮叨叨的习惯。说完就自顾自对着镜子发起呆来。镜子里的自己老得很厉害，以至于雅各布都无法相信镜子里这个陌生的老男人和自己有任何一点关系。卡拉凑过来瞟了一眼，笃定地告诉他自己也不认识这个男人，这让雅各布嘴角泛起一丝苦笑。一切安排妥当，一家人准备回城。雅各布安排牛仔们在前开路，自己跟着马车一起。当一行人来到路途中时，突然遭到偷袭，枪声响起，伊丽莎白中枪，受惊的马拉着伊丽莎白狂奔而去。杰克拼命追着马车救下了未婚妻，对方人多势众，雅各布占据地形对抗着。这时，班纳出现在身后，他手持一挺机枪，呐喊着雅各布·达顿的名字朝他们开枪射击，瞬间击中了雅各布和约翰。这时，牛仔们终于赶到了，班纳连忙跳上车，驾车而去。当枪声渐渐减弱，卡拉起身看到中枪倒地的雅各布，约翰头部中枪当场死亡，艾玛失魂落魄。愤怒的卡拉抓起一把枪追上一个班纳的同伙，一枪干掉了他。但复仇并不能改变痛苦的事实，回过头来就是对雅各布的急救。卡拉强装镇定地指挥着众人，雅各布嘱咐手下不能报警，不能透露自己的情况，否则那些垂涎农场的人都将蜂拥而至。说罢，他扭头嘱咐卡拉必须让斯宾塞回来，家里需要他。医生终于赶到了，卡拉失神地来到屋外，拿起笔给斯宾塞写了一封沉重的书信。 Spencer, your brother has been killed.Whatever war you fight within yourself must wait. You must come home and fight this one. 卡拉写完给侄儿的信，独自跑到远离房子的旷野嚎哭，以发泄内心的绝望和恐惧。片刻后，他擦干眼泪，重新振作精神。他知道接下来的一切艰难都只能靠自己来撑了。回到家，他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打扫屋里的血迹，然后安排工头赞恩去寄信。卡拉再次要求不可以报警，不可以找援助。工头赞恩问：“那畜牧协会的每月会议呢？”如果雅各布缺席，那事情就会败露。卡拉思索了一下，说自己会代替他去。而且老雅各布已经熬过了最危险的第一晚，后面会越来越好的。牛仔悲观地警告道：“不要抱有希望，因为希望往往会让人无法理性地面对事实。最好趁现在赶快告别。”卡拉意识到所有的人都不看好老雅各布的病情。但即便如此，卡拉默默下决心，绝不放弃。洋官班纳在这场偷袭中同样损失惨重，幸存的两个同伴惶恐地认为达顿家很快就会来报复了，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跑。但是班纳另有主意，他来到矿业老板的豪宅，谎称雅各布和其继承人约翰已经死了，自己会在半年内拿到达顿家的黄石农场。而黄石拥有储量丰富的矿产，言下之意以这些矿产来换取支持。老奸巨猾的矿业老板马上反客为主，一个穷洋官杀了几个人，并不代表就可以拿下黄石农场了呀。不过他这不怕死的劲儿倒是可以利用一下，于是决定自己幕后出钱，由班纳出面拼命。到时候矿山归自己，草场归班纳。最后他警告洋官，敢耍花招，后果很严重。班纳痛快地就接受了这个交易，很快他就重新组织了一队人马，直奔山上达顿家的草场，杀死了牛仔，抢走了正在放牧的牛。
杰克的未婚妻伊丽莎白的父亲也在这次袭击中遇害，他的母亲赶来取消婚事，杰克无法接受，丈母娘则表示，如果想结婚就一起离开这个危险之地。杰克直言丈母娘无权威胁自己，气得他伸手就给了杰克一耳光。卡拉奶奶马上把这一耳光补了回来，并警告他自己的孙子还轮不到他来教训呢。女人无言以对，起身去冰库接丈夫的尸体。卡拉问女孩的想法，伊丽莎白表示自己想留下。卡拉转身来到屋外，告诉女孩的母亲，女孩不想走，这可把女人气坏了。她声称自己会派人来接。卡拉告诉她，除非女孩自己想走，否则谁也别想带走她。女人只好愤愤不平地带着丈夫的尸体独自离开。这时牛仔赶来，告诉卡拉至少一半的牛被人抢走了，放牧的牛仔也被打死了。杰克冲动的就要去拼命，卡拉奶奶极力劝阻，要求给自己一点时间考虑一下对策。扭头就来到丈夫的病榻前，一边祈祷一边踌躇着该如何是好。一半的牛丢了，人也死伤无数，最致命的是群龙无首。这时老雅各布奇迹般的缓缓醒来，他告诉妻子一切凭他做主，这时需要及时止损，保存实力最重要。丈夫的醒来如同给卡拉打了强行针，出门他告诉大家不要牛了，并把工头赞恩喊了过去。雅各布嘱咐他该如何利用剩下的牛把银行的债务还上，然后由卡拉代替自己出席序幕会议，理由是自己去抓偷牛贼了。这一切都是缓兵之计，为了拖延到斯宾塞回来。赞恩担心时间太久，雅各布告诉他能拖多久就拖多久。畜牧协会会议上，卡拉独自前来，在这全是男人的会场上，卡拉奶奶毫不畏缩，气势拉满，上来就说明自己代表丈夫出席会议的原因，利用大家对偷牛者的憎恨和亲家鲍勃的死，赢得了众人的愤慨和支持。大家大喊着要杀死凶手，搞得班纳如坐针毡。接着卡拉话锋一转，复仇也要合法呀，于是提出畜牧协会需要有自己的执法权和执法队，执法队覆盖整个州，而且可以对那些违反土地租约、盗窃牲畜的犯罪进行逮捕和起诉。这个提议已经由自己的丈夫争取到州长的支持，现在需要整个畜牧协会的会员来投票支持这一提案。班纳吓得马上反对，理由是女人不能发起投票。卡拉马上拿出丈夫签署的授权，并把签字交给了治安官，确认确实是雅各布的签字。于是公理战胜了良俗。当这个白发美女再次倡议投票时，众人压倒性的人数支持。失败的班纳扭头离场。得到全票通过后，卡拉清楚明了地通知费用分摊，减少了会议频率。说完就果断宣布散会，真是雷厉风行，果断利索。来到门外，刚松了口气的卡拉就听到班纳的声音，躲在门外的班纳大声指责卡拉撒谎。卡拉马上反唇相讥，不如回到会场上去说吧，把事实都说出来。吓得班纳话锋一转，直指雅各布根本没去追什么偷牛贼。卡拉则接过话茬反问道，你怎么会知道他在哪里呢？问的班纳哑口无言，赶紧再次转移话题，声称银行和政府都不可能把农场交给一个女人，言下之意黄石农场已经是无主之地了。卡拉走上前吐了他一脸口水，然后告诉他自己死也会拖个垫背的，男人复仇喜欢来痛快的，而女人更喜欢动刀子上。你的女人既然钱也没有子上脸，那现在索性就正式宣战。说罢扭头走向自己的马车。班纳还不甘心，你拿什么跟我斗呢？卡拉告诉他，达顿家还有一个侄儿，一个他没见过的狠角色。而另一边，一无所知的斯宾塞和亚历克斯完全沉浸在蜜月旅行中，沙滩、阳光、海洋，泛舟碧蓝，好不惬意。亚历克斯希望斯宾塞跟自己回英国面见父母，她告诉丈夫，战争也让自己失去了一个弟弟。夜幕降临，女人发现厚厚一叠没有拆封的书信，来信人是卡拉达顿。斯宾塞说那是自己的婶婶，不拆信是因为残酷的战争中，家书会让人坚强，也会让人软弱，所以这些信一直原封不动。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未拆封的信，让自己屡屡从险境中活了下来。亚历克斯迫切地想要看信，斯宾塞同意了。于是两人倒了杯酒，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开始读信。卡拉的信里满满的母爱让亚历克斯读得泪流满面，同时也把斯宾塞拉回了战争的残酷、少年牛仔的顽皮、农场的无拘无束的回忆中，前世今生一起涌上心头，感慨不已。一封封家书用平时的语言叙述着农场的趣事，侄儿调皮的胡闹让两人开心大笑，嫂子的流产又让艾利克斯同情不已。一封接一封，跨越着一年又一年，
吸引着两人完全沉浸在对黄石农场的向往中，直到天明。亚历克斯打开了最后一封信，而这信里的内容让他惊呆了。他赶紧叫醒睡着了斯宾塞，这封信正是卡拉寄出的最后那封求救信，而这封充满焦急的信从寄出已经过去了3个月了。卡拉焦急地等待着侄儿的讯息，整个家庭都在绝望的边缘摇摇欲坠。可是寄出的信如同石沉大海，艾玛每天茶不思饭不想地守在丈夫的坟前，这让儿子杰克复仇的怒火熊熊燃烧，巡视在自家的牧场，期待遇到仇人以报仇雪恨。卡拉看着每况愈下的艾玛非常担心，希望能够开导她，但艾玛最终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追随丈夫而去。达顿家的经营情况也越来越糟，只能靠不断的抵押土地和变卖牛群来维持。雅各布渐渐痊愈，开始可以到屋外晒太阳了。本来已经年过半百的他，在经历了这次重伤之后，更显得苍老和衰弱。他看着侄孙杰克那一脸的愁云密布，直言现在达顿家的情况很糟，最糟的是没有首领，而杰克还无法承担起重担，所以要万般谨慎，一不小心就会倾家荡产。杰克愤愤不平地回屋。班纳则努力地帮着矿老板开疆破土，不断在黄石农场周围买下倒闭的农场开矿。矿老板为了奖励他，送他一栋现代化的小楼安家。班纳彻底地成为矿老板的小弟。老达顿猜到了班纳和矿老板的勾结，但眼前的状况根本无力反击，只能不断收缩来尽可能地保全实力。他嘱咐卡拉一定要看好杰克，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最容易意气用事。此时的杰克在屋里生闷气，内心无法接受爷爷的判断。未婚妻伊丽莎白走进来，她告诉杰克自己也失去了父母，但自怨自哀不是办法，而且杰克在不断地冷落自己，现在没有婚礼也没有爱，那还不如送自己回城呢。说完转身而去。一席话让杰克意识到自己的疏忽，他追出门，在旷野中向未婚妻说出了结婚誓言。Take you, Liz Strafford, to be my lawfully wedded wife, for richer and for poorer, so long as we both shall live. 小两口再次和解了。伊丽莎白向卡拉提出婚礼的事儿，当卡拉说还得再拖一拖时，女孩羞涩地说出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实，这让卡拉开心不已。这是达顿家这几个月来最大的好消息，马上就答应尽快安排。斯宾塞在看到卡拉婶婶的信后，马上带着亚历克斯开启了回城之路，先驾小船前往港口，再找轮船穿越海洋。但是从非洲没有直接到达美国的轮船，只能先到英国中转。即便如此，最近的一艘客船也要等3周以后。斯宾塞决定另想办法，他找到相熟的私人船长。船长告诉他，带这个美丽的女人上船绝对是羊入狼群，恐怕一出海就性命不保了。把他介绍给一个拖船的老头，这个咳嗽不停的老头在找不到水手的情况下接受了斯宾塞。他的船第2天出发。清晨，不想让亚历克斯冒险的斯宾塞留下一封信，就打算独自离开，却被已经醒来的亚历克斯叫住，喊他亲自口述。斯宾塞不得不说出自己的打算，他留下钱让亚历克斯先回英国，等自己安排好家里的事儿再来接他。女人平静而坚定地说，要么一起，要么分手，只能选择一次。斯宾塞看着女人倔强的脸，马上就妥协了。在前往港口的路上，亚历克斯告诉斯宾塞，在大型轮船的船长室里可以发电报。于是斯宾塞闯进了一艘游轮的船长室，给家里发了电报，然后带着女人来到拖船前。眼前的这艘小破船让亚历克斯瞬间惊呆了。小船驶向大海，目的地是苏伊士，那里可以找到开往世界各地的大船。男人悲观地宣布假期结束了，女人则乐观地宣布冒险开始。扭头，两人就一脸嫌弃地看着老船长煮着3罐肮脏的豆子罐头。接着，小船躲过了一艘因事故被遗弃的幽灵船。夜晚，两人就在屋里听老头讲起海上的各种传奇。故事结束时，老头感叹大海就像狡猾的狐狸一样。睡觉时间到了，
大家轮流值夜。老头草草向两人介绍了如何掌舵后，就去睡觉了。亚历克斯兴冲冲地握着船舵，体验起船长的感觉，嘴里不停地打趣，让习惯孤独的斯宾塞心底涌出一阵温暖。他忍不住扭头向女人说了声谢谢。女人一边开着玩笑，一边警告男人，如果下次再怀疑自己的追随的决心，那自己也会收回信任。斯宾塞忙着解释，那不是怀疑，是担心女人跟着自己经历危险。女人告诉他那也不行。男人郑重地承诺以后不会了。小船冲开黑暗向前行驶着，后半夜亚历克斯忍不住睡了过去。男人小心翼翼地叫醒他，该换班了。船舱里这个咳得一手帕都是鲜血的老头挣扎着坐起来，斯宾塞想顶替他值班，老头却固执地拒绝了。也不知睡了多久，斯宾塞突然发现船的发动机安静了，他忙着起身去查看，结果发现船长老头已经死在了驾驶舱里。斯宾塞通过对讲机求助，而那艘幽灵船正兜兜转转又出现在前方。斯宾塞急打方向，但还是撞上了，小船瞬间就被掀翻。冬雪悄然而至，卡拉再次前往邮局等待侄儿的来信。路上碰到了班纳和邝老板，邝老板满脸堆笑地迎上来，介绍自己叫唐，买下了旁边伊丽莎白父亲的农场。他提出想见老达顿，如果约不上时间，他就亲自上门。卡拉说自己会转达给丈夫，冷漠地驾车离开。班纳担心卡拉不会卖农场，但邝老板胜券在握地表示，熬过这个冬天，这个老太婆就会求着自己买了。卡拉推开邮政所的门，终于收到了侄儿的电报。斯宾塞即将回家的信息让卡拉奶奶激动的手都在颤抖，但她哪里知道，那艘已经出事的小船把所有的希望抛入了深不可测的大海。老雅各布可以独自走到牛圈了，虽然还要依靠拐杖，但明显气色不错，步伐也稳健了不少。工头赞恩跟了过来，雅各布告诉他侄儿即将回来的好消息，估算起来还要近2个月才能到家，不过现在已经可以开始物色人手了，为发动反击做准备。赞恩表示，很多农场的倒闭导致牛仔都去加州谋生了，现在人手不好找，但自己会尽力的。缺少人手似乎是个广泛的问题。执法队的人员招募工作也很不顺利，有人对女人面试颇为惊讶，于是对卡拉出言不逊，被一旁的杰克怒揍。合适的人很难得，而且卡拉很谨慎。一个从芝加哥过来的前警察很快通过了面试，很多天了才招募到3个人，这个人数离需要的20人远远不够。治安官威尔安慰卡拉慢慢来，卡拉则表示留给自家的时间不多了。紧接着他开始犹豫要不要把事情告诉治安官威尔。雅各布站在自家的门口远眺，他告诉身边的卡拉，远处的山边正在修路，那些路所带来的是福是祸无法确定。卡拉奶奶则毫不介意地希望得到一台洗衣机和一辆汽车，她对这些现代文明的机器充满期待，并且警告丈夫，后面的所有战斗都只能让执法队去解决，自己再也不能失去任何人，特别是丈夫雅各布。但雅各布并没有在意卡拉的想法，他指着那些山告诉卡拉，邝老板买了南北2边的地，已经成包围之势，他们开始开山辟石的挖矿，会破坏农场的水源和环境。如果不拼命，就会失去一切。卡拉赞同地告诉丈夫，所以自己找了援军。这时，治安官威尔驾车前来，爱面子的老雅各布马上丢掉拐杖。威尔上来就问遇袭这件事的真假。雅各布撕开衣服，露出胸口的弹坑。威尔认为这么严重的事儿不第一时间报警，简直令人无法接受。雅各布争辩道，如果不隐瞒，那么自己万一没有挺过来，那些银行早就过来收走了整个农场了。威尔赞同那些银行是毫无人情的，但是他不能任由老雅各布的复仇行动掀起一场战争，这一切必须走法律程序。明天他会抓捕班纳等人，但同时也会带走老雅各布到警局录口供，这让一心要发动一场复仇行动的老雅各布怒气冲天，冲着卡拉怒吼自己很生气，就转身离开了。卡拉追了上去，她告诉丈夫自己承受着接二连三失去亲人的打击，眼看着一切都凋零破碎，努力苦苦支撑这个家的同时，还要担惊受怕的日夜精心照顾他，把他
他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杰克失去了双亲，伊丽莎白也失去了父亲，又和母亲决裂，每个人的痛苦都不少。这一切忍辱负重，并不是为了让一家之主醒过来就去复仇。如果雅各布为了复仇而丧生，那么这个家就垮了。一席话说的雅各布无言以对，他需要理清纷乱的思绪，无言扭头走向马圈，奋力为坐骑套上马鞍，上马驰骋而去。夜幕降临，卡拉坐在廊下独自写着什么，小两口在屋里讨论着孩子的话题。杰克对怀孕这件事既好奇又惊讶，抱着妻子的肚子问来问去。雅各布轻轻穿过走廊，来到卡拉身边，他向卡拉表明自己并不是为了复仇，而是想维持这种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他让卡拉闭上眼，去想象对比那些高楼耸立现代化的大城市，表面光鲜，私下充满垃圾和混乱，被物欲横流裹挟的人痛苦而空虚，而黄石农场所拥有的高山流水，人和动物与自然和谐共存，这里才是生活最合适和最舒服的姿势。他要赶走这些贪婪的人，只是想保护这里的一切能够留给子孙后代，等到100年之时，可以安息在这片土地的林间树下，不用担心被尘世覆盖。从颠覆的小拖船中，斯宾塞救出了亚历克斯，自己的枪以及一点淡水和背包，在一望无际的蔚蓝中等待救援。炙热的阳光灼烤着两人，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中，运气比一切努力都重要。几个小时后，鱼群开始围绕着小船觅食，船舱里的食物和尸体不仅引来了鱼群，还引来了鲨鱼群，这让斯宾塞紧张地起身巡视。夜晚，精疲力尽的斯宾塞终于靠着亚历克斯睡过去。忽然，远处的轮船声惊动了他们。斯宾塞冲着天空放枪，两人奋力求救，终于引起了轮船的注意。一艘救援小船来到两人身边，两人幸运地被救了。在船长室里，惊魂未定的两人猛灌了几杯威士忌。这艘船的目的地是法国马赛。斯宾塞提出请船长为两人主持婚礼，自己想与身边这个女人结婚。亚历克斯瞬间眼眶湿润，经历了这些生死后，结婚是两个人1分钟都不想耽误的事。船长猜到两人没有婚戒，于是拿出一盒子已故船员的遗物戒指供两人挑选。亚历克斯觉得拿死人的东西不太吉利，斯宾塞倒是不介意，觉得这些戒指和九死一生的自己很相配。船长取下自己妻子的戒指交给亚历克斯，作为自己和妻子对两个人的祝福。亚历克斯开心地收下了。于是简单的婚礼，激情四射的新婚洞房，这对小情人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夫妻了。星空下，两人跑到船头，斯宾塞告诉亚历克斯，自己曾经担心带走女人是个错误，所以老天不停地降下诅咒，大象、狮群、帆船。但即使如此，自己也不肯放手，自己要向老天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一席话成了这夜空中最好的结婚誓言。斯宾塞揽过女人，女人深情地告诉他，白首不分离，生死永相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覆盖了整个山谷，把农场和周围染成了一片雪白。这天，老雅各布将带着杰克一起去见治安官，这让卡拉和伊丽莎白担心无比。班纳过上了奢靡淫乱的生活，在邝老板送的豪宅里叼着雪茄，开了香槟，正准备和2个妓女翻云覆雨，就被一阵门铃和敲门声打断。治安官带着一群警察站在门口，老雅各布站了出来。班纳一阵惶恐，忙狡辩道：“是老雅各布先动手杀人的。”治安官威尔告诉他：“你擅闯私人牧场，谋杀未遂，吊死你也是正当防卫。”然后就命人把班纳扣了起来，带上了车。班纳的同伙忙着向正在开矿的唐纳德报信，唐纳德坐上车，匆匆而去。很快，班纳就见到了唐为他安排的律师。律师告诉班纳，第2天就可以帮他保释出来。班纳请求律师帮忙赶走豪宅里的2个妓女。唐纳德决定亲自去处理。家里焦急等待的卡拉在给斯宾塞写信。对他来说，这2个侄儿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特别是年龄小的斯宾塞，从小就安静而敏感，是个非常好的听众。卡拉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寄托。伊丽莎白说自己也想要一个寄托，但是比起写信更喜欢烤蛋糕，可惜自己不会。卡拉便开始手把手地教他怎么烤蛋糕。正当2人用作烹饪来分散焦虑等待的思绪时，老雅各布轻轻出现在门口。卡拉奶奶终于抑制不住地扑上去拥抱了丈夫。
而女孩更是迫不及待地跑去找杰克。雅各布告诉卡拉，班纳已经被抓了，接下来就是等待审判。卡拉奶奶对这个结果很满意，不用丈夫再去冒险，这样是最安全的。轮船进入意大利海域，路过西西里岛时，船长把两人偷偷放了下去。船员善意地提醒斯宾塞，意大利的统治者墨索里尼不允许私人携带武器，所以如果要进入意大利内陆，最好把武器处理掉，以免引起黑手党的注意。两人订好了船票，就在酒店的露天餐厅吃饭。亚历克斯又在逗这个沉默的男人开心，直到把斯宾塞逗得忍俊不禁才罢手。正当两人卿卿我我之时，亚历克斯的未婚夫及家人突然出现在一边。冬雪覆盖的田野显得一片萧瑟，一支马队来到城里，老雅各布带着牛仔们来参加对班纳的庭审。他惊讶于班纳竟然有律师。治安官威尔介绍说，那些律师是来自为矿业服务的律师事务所的。开庭后，班纳的律师直接申请无罪开释。法官召集两边律师询问，班纳的律师称，对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抓了人，而己方有达顿杀人的证据，而且由矿业公司担保，所以申请无保释金保释。警方律师称，以雅各布·达顿在本地的声望和作风，从不会无辜诬陷任何人，基本可以给此人定罪，所以不同意保释。法官听完双方的陈述后称，自己当初签发抓捕令是在有众多口供的基础上，但自己不知道警方没有证物。在警方获得证据前，班纳获得保释。被释放的班纳得意地来到雅各布身边，完全不听律师的劝告，挑衅地当面骂雅各布是个告状的怂包，扭头嘲笑杰克一定是死了老婆，并伸手就给了杰克一拳。这时法官大声禁止当庭斗殴，班纳还仗势欺人的嘲讽达顿家已经老弱病残了，这个仇自己会到达顿家的土地上去报。老雅各布回敬他，到时候自己会亲自送他一程。回到别墅的班纳还在兴奋地怒骂着，号称要杀死达顿全家。矿业老板唐纳德则打断他，循循善诱地告诉他，复仇只是一时的快乐，无尽的财富才是永远的快乐。黄石农场就蕴藏着丰富的财富，但要拿到黄石农场不能蛮干，要有计划和手段。老雅各布只是个感情用事的农场主，他热爱他的土地，只要夺走他的土地，比让他死还要令他痛苦。这时身后传来女人的呼唤，唐起身表示睡觉的时间到了，然后转身上楼。看着楼梯口那个双眼无神的妓女，班纳突然意识到，唐纳德更像是一个贪婪而熟知人性善恶的恶魔，他有能力把人性里的恶无限放大，并从中获得乐趣和财富。与他的交易就是与魔鬼的交易，而这个交易却让班纳享受到从未有过的肆意妄为的满足和快乐。就如同那两个被唐留下来的妓女，在金钱的诱惑下渐渐丧失人性，迷失在互相报复和欺凌的快乐中。这场雪预示着牧场的冬天提前到来，雅各布只好安排把存着的草料拿出来喂牛，但明显不够挺过一个冬天。为此，雅各布只好到银行办理借款。来到镇上，赞恩提出要去看看家里的妻子，老雅各布同意了。借款并不顺利，大萧条和蝗灾使大量的牧场倒闭，针对畜牧业的贷款项目烂账层出不穷，大量的违约迫使银行不再放贷。虽然老雅各布并没有违约，但银行认为那只是迟早的事，因此建议雅各布换成利率比较低的农场抵押贷款。雅各布拒绝了。30年的还贷期相当于给子孙后代留下了沉重的债务，这不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能干出来的事儿。老雅各布毫不犹豫地转身而去，而这一切马上就被汇报到唐纳德那里。赞恩回到家里，其乐融融地和妻子共进晚餐，两人小别胜新婚，恩爱了一番。而窗外一个人影正在默默地观察着一切。清晨，几辆警车停在赞恩家门口，警察野蛮地敲开大门，就把赞恩的妻子抓住，理由是他违反了该州的婚姻法。赞恩冲出来阻拦，被打晕在地，然后一帮人丢下血肉模糊的赞恩和2个惊恐的孩子，驾车离去。伊丽莎白流产了，杰克耐心地在旁安慰。女人沮丧地说自己不能生孩子就失去了意义。杰克说，卡拉奶奶一辈子都没有自己的孩子，但养育了自己和父亲还有叔叔，对这个家意义非凡。他劝慰妻子，失去孩子是命运的安排，但怎么生活是自己的选择，自己选择了女人就会接受她的一切，
至少自己选老婆的眼光比女人选丈夫的要好多了。这一句话把女人逗得破涕而笑。卡拉看见老雅各布坐在门口神神秘秘地捏着一块毛巾，出门询问。老雅各布告诉妻子自己正在锻炼失去知觉的手指，然后感叹自己多么痛恨衰老啊！要不是因为深爱卡拉，自己早就揣一瓶酒到山上去自生自灭了。话语间，雪地上一辆车子载着不速之客到来，唐纳德刚下车就引来双方的对峙。卡拉大声地阻止着，唐纳德却似乎很高兴自己受到如此紧张的接待。他站在雪地里，自说自话地分析着畜牧业和矿产业的区别，声称未来的黄石将是旅游业的天下，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到时候谁拥有的土地最多，谁就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财物。他话锋一转，告诉老雅各布，他知道达顿家的农场并没有负债，但却没有交房产税，而自己已经代为缴纳。这笔钱，老雅各布得在开春前偿还，否则冬天一过，他就会来收地。说完，丢下一脸苍白的两个老人，转身扬长而去。斯宾塞带着妻子登上了去伦敦的船，同船的还有亚历克斯的前未婚夫，这让亚历克斯倍感尴尬。躲在房间里很多天都不出来，终于经不住斯宾塞的劝说，出来甲板上透透气，结果还是碰上了女友。女友上来就惊叹亚历克斯的逃婚多么惊天动地，不仅气走了父母，把前未婚夫也气得不肯见人。他担心这个猎人只是把女人当成猎物，热情一过就会弃如敝履。亚历克斯拿出结婚戒指，得意地说已经弃不了了。女友脸上闪过一丝微妙的情绪，一边祝福一边又表示这会成为伦敦上流社会的一个爆炸性新闻。言下之意，这门毫不般配的婚姻到最后只会是笑话。这引起了亚历克斯的斗志，他决定晚上去餐厅用餐，用恩爱的事实击破那些流言蜚语。当晚盛装之下，帅气美丽的两人把对方惊呆了，临出门还忍不住要热吻，互诉衷肠。餐厅里热闹非凡，前未婚夫一看到这对恩爱的小夫妻，气得脸都绿了，于是各种挑衅。甚至冲上前要与斯宾塞决斗。斯宾塞看着这个瘦弱的小子，不屑地带着妻子起身离开，把这个伯爵之子彻底气疯了。他爬起来高声怒骂亚历克斯就是个婊子，这一句话让斯宾塞停住了脚步，转过来一拳将其打翻，宣布自己接受决斗。甲板上，伯爵之子选了自己拿手的击剑，从未学过剑术的斯宾塞拿起剑热吻了妻子，大步上前2下就干净利索地缴了武器，宣告胜利。伯爵之子爬起来想要偷袭，被斯宾塞暴揍一顿，拖到其父亲脚前。这家伙还不甘心，干脆拿出枪冲了过去，被斯宾塞直接举起来丢入了海中。可这时，船长带着一行人以非法决斗的罪名将斯宾塞关了起来，又在老伯爵的要求下把亚历克斯也关了起来。很快，斯宾塞就被驱逐下船，送回陆地。当他提出要带妻子一起走时，被拒绝了。因为老伯爵质疑两人婚姻的合法性，而这时亚历克斯被好友偷偷地放了出来，提着简单的行李拼命寻找押送斯宾塞的小船，但最终没能赶上，只能看着心爱的人被送走。愤怒的亚历克斯给了老伯爵一耳光，然后拼尽全力地向斯宾塞呐喊，约定两人在寄信的地址蒙大拿的波兹曼见。这对有情人被无情地拆散了。与此同时，雪地里，卡拉奶奶写下了给斯宾塞的最后一封信，也是本季的最后一封信。You must hurry, Spencer. You must hurry. Or there will be nothing left to fight for. 为了偿还银行贷款，雅各布卖掉了几乎所有的牛，仅剩下一些维持生计。大雪封路，男人们只好在山林中打猎，给全家人果腹。大清早，雅各布就准备动身去参加镇上的听证会，要第2天才能赶回来。卡拉体贴地安慰丈夫，
如果天色晚了，就在镇上再住一晚再回。然后说起有朋友家里装了电话，这个新东西可以让出门在外的人联系家人，减少自己不必要的担心。但雅各布对所有新鲜事物都充满了抵触，电话也不例外。他狡辩道，妻子的担心并不会因为电话减少，然后吻别卡拉，笃定地说自己一定会回来。前脚刚出门，猛然发现门廊里有一只豹子，雅各布淡定地拔出枪与豹子对峙，豹子落荒而逃。卡拉循着丈夫出来，正看到在雪地里狂奔而去的豹子。冬天，饥饿的猛兽四处搜寻着食物，危险无处不在。马上就要开庭了，矿老板唐纳德兴奋不已，一切按计划步步推进，目的就是为了瓦解雅各布家抵抗的决心和能力。两个妓女心甘情愿地沦为他操控的玩具，他们之间互相虐待、竞争的关系，正是唐纳德控制他们的手段。洋官班纳在唐纳德送的房子里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当他妻子想见见丈夫这位生意伙伴时，被班纳拒绝了。妻子警告丈夫，如果和狗作伴，就会染上跳蚤。但班纳表示，从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到现在过上体面的生活，他绝不会放下这一切。只要能得到一个美好的未来，哪怕把他卖给魔鬼，他也愿意。老雅各布来到镇上，在地下酒吧和治安官碰头。两个老朋友坐在一起喝酒，一边扯着闲篇，但对老雅各布来说，银行的债务，赞恩的妻子还在被拘押，缓慢地追凶取证，样样都是糟心事。被丢下船的斯宾塞登上了一艘前往美国的轮船，和一个瘦弱的小子一起干活。吃饭时，角落里一个家伙投来不善的目光，斯宾塞没有介意。夜晚，他被奇怪的声音惊醒，发现那个瘦弱的小子正在被侵犯，于是他把施暴者胖揍了一顿。船舱里的打闹声惊动了船长，船长简单了解了情况后，直接拔枪毙了那胖子，然后警告斯宾塞以后别多管闲事。说完，丢下斯宾塞收拾一地的烂摊子，扬长而去。第二天，瘦弱的小子没来干活，被侵犯的事儿让他抬不起头，他决定寻死。斯宾塞看着他犹犹豫豫的样子，索性就和他聊了起来。考虑到他会游泳，斯宾塞告诉他，跳海并不是一个好选择，那会让死亡的过程变得很痛苦。然后劝导这个意大利小子，一个人的遭遇并不能证明他的为人，能证明的往往是他的选择。接着他们又聊起了家人，一来二去，这意大利小子是彻底放弃了寻死，跳下来和斯宾塞去干活了。救命之恩让两人很快熟络起来。意大利小子在得知斯宾塞急需挣钱回家后，马上给他张罗了一场地下水手拳击赛。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子颇有经商天赋，加上斯宾塞战斗力满分，几场下来就挣到了一大笔钱，这让他回家的路又缩短了一些。在遥远的欧洲大陆，被留在船上的亚历克斯和父母回到了家。父母为了不让他去美国，切断了他的经济支持。他赌气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都不见，甚至好友詹妮弗都只能撞门威胁才被放了进去。看着好友消瘦颓废的样子，詹妮弗安慰他，斯宾塞一定会来接他的。但亚历克斯说出自己已经怀孕的秘密，他不能再等了，必须趁还看不出来的时候就登上去美国的船。亚历克斯翻出自己的首饰，请詹妮弗拿去换一张去美国的船票和护照，然后帮忙说服自己的父母，自己跟着詹妮弗一起去了牛津。没想到好友很痛快的就答应了。送走詹妮弗，亚历克斯充满希望，终于展露笑颜，拉开窗帘坐在桌前，在日记本上记下对斯宾塞的思念。很快詹妮弗就打点好了一切，带着亚历克斯来到码头，钱只够买低等舱的船票。女友担心地嘱咐注意安全，还把自己的手表送给亚历克斯做应急之用。亚历克斯终于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什么都挡不住这个倔强的女人奔向爱人的怀抱。久违的太阳终于跃出厚厚的云层，阳光照进屋子里。伊丽莎白兴奋地打开房门，想近距离感受阳光。忽然，她被恐惧扼住了喉咙，无法叫出声。卡拉奶奶做好早餐，当她呼叫伊丽莎白过来吃早餐时，发现一只豹子正在慢慢地走向伊丽莎白。千钧一发之际，卡拉奶奶果断地扣动扳机，打死了豹子。在这个残酷的寒冷世界，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
唐纳德好奇班纳为何不住在自己送的房子里，大冷天非要跑回山里的老家挨冷受冻。班纳解释自己想和老婆孩子待在一起，城里的警长和老雅各布是一伙的，他不放心把妻儿接上来。唐纳德觉得他是放不下那些羊。班纳沮丧地说，羊染上传染病都死了，一只也不剩。唐纳德好笑，羊倌班纳拼命守护的财产竟如此弱不禁风。他感叹畜牧业就不是人干的事儿，采矿就不一样了，旱涝保收。说着，他突然发现雪坡上有人在滑雪。唐纳德惊奇不已。班纳解释，那是几个挪威矿工，他们把这种玩命看作游戏。唐纳德兴奋地仿佛发现了新大陆，马上驱车前往，要凑近看看。两人爬了半个雪坡，终于追上了滑雪的矿工。唐纳德兴趣盎然地询问滑雪的种种，最后心满意足地告诉班纳，他发现了一个挣钱的好项目。有钱人就是喜欢玩命的游戏，而滑雪就恰好具备这种刺激。不得不说，唐纳德的商业眼光很毒。可班纳对这个新老板并不是敬佩，而是恐惧。这样一个洞悉人性、智商超群的人，偏偏是个对财富异常贪婪、控制欲爆棚的人。这难道不让人害怕吗？班纳对自己的老乡说起自己对唐纳德的恐惧，而这个老乡正是潜伏在畜牧协会治安队里的奸细。伊丽莎白去鸡圈捡鸡蛋，却看到一地的死鸡，还有角落一只正在大快朵颐的狼。狼似乎杀红了眼，看见活物就扑，把女人追得连滚带爬地跑出了鸡圈。伊丽莎白奋力抵抗，腿也被咬伤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家里的牛仔开枪吓跑了狼。这是伊丽莎白第2次虎口脱险了，这遇险频率确实高得惊人。哪怕这个城市女孩为了爱情能够忍受荒凉寂寞和苦寒的生活，但她也无法承受这屡屡要面对生死一线的恐惧。腿上传来的阵阵疼痛让她心头闪过一丝犹豫。卡拉奶奶到地窖拿肉，她又想起了镇上卖的冰箱，那多方便啊，不用再顶着寒冷跑到那么远。刚出地窖就看到受伤的伊丽莎白被送了回来，把女孩扶进屋里，看着血淋淋的伤口，卡拉奶奶马上安排牛仔去请医生。牛仔抱怨就要下暴风雪了，但是看着女主人很坚决的样子，只好转身去找医生。卡拉奶奶凭经验判断，白天出来觅食的狼不是饿极了，就是有狂犬病，所以请医生来看看很重要。老雅各布和警长来到法院，直接找到法官的办公室。原来这趟进城是为了赞恩家的案子。法官表示赞恩妻子的身份是伪造的，所以他等于非法和白人男子同居，还生了2个孩子，证据确凿，无需上庭，可以直接宣判把女人关起来。但难题是2个孩子和那个躺在医院半死不活的男人，这安置善后是个大问题。老雅各布马上提议把这一家4口都交给自己监管，绝不会再出现在镇上，也不会给法庭添麻烦。法官同意了这个监外管制的办法，但是前提要赞恩2口子提供主持婚礼的牧师名字，否则就不能放人。这明显是刁难了。雅各布直言，法官就娶了个印第安老婆，以权谋私也不能做得这么明显吧。法官一脸你奈我何的表情，老雅各布直接绕到桌后抓起一瓶酒，这令法官猝不及防的就被抓住了把柄。雅各布晃着酒瓶说，那用私酒贩子和牧师做个交换。警长也亮出了手铐，法官只好在宣判书上签了字。看着雅各布达顿推门而出，法官愤愤地警告，别以为这就赢了。雅各布告诉老熟人，这件事儿压根儿没有赢家。接着雅各布就带着孙子杰克来到赞恩的病房。赞恩被那场突如其来的围殴打残了，无法站立，只能躺着，两眼充满了绝望。听到妻子和孩子可以被释放的消息，既感动又担心。他不断重复自己已经没有用了，身体废了。从住进来就没有医生来看过自己。老雅各布安排杰克去接赞恩的妻儿，今天无论暴风雪有多大，都要赶回去。赞恩问为何会遭此横祸，雅各布告诉他都是唐纳德干的，春天来的时候就该反击了。赞恩对这个复仇非常悲观。回农场的路上，暴风雪如期而至。遮天蔽日的大雪不仅让人无法找到方向，刺骨的寒冷也让人快速失温。继续走下去就等于在送死。老雅各布安排杰克和牛仔们把马都放掉，然后把篷车翻在树林边，所有人到篷车下面躲避风雪。医生裹着暴风雪挤进了客厅，查看伊丽莎白的伤口，决定要打疫苗。女孩一听是要打腹部，就非常抗拒，但无奈在一通挣扎后被强按着来了一针。女孩哭着跑了。
卡拉奶奶安排医生们住下，转身来到伊丽莎白的房间。女孩哭成了泪人，嘴里喃喃抱怨这针打的完全不注重隐私。卡拉奶奶安慰她，相比之下生命更重要，这里的冬天就是这样，寒冷逼得动物到处伤人，不过到了春天就好了。没想到伊丽莎白坚决地表示，一开春她就要离开，再也不回这个鬼地方了，这令卡拉奶奶既意外又无奈。船终于到了美国，瘦弱小子下船送货之际，带着斯宾塞去见了自己的意大利黑帮表兄。黑帮表兄是个私酒贩子，他听说这个壮汉很能打。斯宾塞解释道，自己不想惹麻烦，只是麻烦总喜欢找上门。黑帮表兄深以为然。为了感谢斯宾塞对堂弟的救命之恩，他安排了酒店套房和盛大的晚宴。在此之前，他先让手下带斯宾塞去厨房吃点垫垫。斯宾塞在厨房随便吃了2口，就急着起身去给家里发电报，问火车站的方向，然后抬腿就要走，没想到就被拦住了。黑帮手下表示老板要留他住下，晚上还有一顿晚宴，说着就亮出了腰间的武器。斯宾塞可不吃这套，看着对方非要拦住去路，2下就把人放倒，缴了子弹大摇大摆地走了。可还没走到火车站就被拦了下来，一顿揍又拖了回去。黑帮表兄很生气，一番好意竟然被弃如敝履。斯宾塞也很生气，他说明自己一大家子人等着去救，家族牧场就快要被人吞了，老婆也丢了，这么多事儿，可没有心情留下吃什么晚宴。这倒让黑帮表兄更喜欢他了，这么有个性又执着的男人。于是激情无限地要求和斯宾塞谈谈生意。斯宾塞跑也跑不掉，只好答应坐下来谈谈。此时亚历山大乘坐的船还在大海上航行，惊涛骇浪中的客船摇摇欲坠，低等舱的人们像被放在锅里翻炒。亚历克斯只能拼命抓住床档，用对丈夫的思念来对抗恐惧。斯宾塞无奈接下了一趟送私酒的活，带着意大利小子一起前往。送到后，车子就当报酬，但这注定不是一条顺畅的回家之路。大雪的夜晚，卡拉奶奶被一声尖叫声惊醒，她抓起枪打开门，发现大门虚掩着，寒风正在从屋外源源不断地灌进来。客厅的地上都是雪，忽然他看到地上一个血淋淋的尸体，一只满嘴鲜血的狼一跃而起。大雪过后，温度非常低，牛仔们去找马。老雅各布认为这时候要不点一堆火取暖，孩子会被冻死。赞恩提议用车子的木板，雅各布担心拆了车子就没办法把瘫痪的赞恩运回去了。也许是家人和孩子让他燃起了希望，赞恩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这让老雅各布很欣慰。那头惹是生非的狼被卡拉奶奶打死了，并挂在路边。屋里已经打扫干净，死去的护士被抬上了车，医生要给伊丽莎白再打一针。女孩恐惧地躲进了洗手间，卡拉奶奶坚定地告诉她非打不可。那头狼有非常大可能是狂犬病，因为孤狼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伊丽莎白还是满心的拒绝，一边哭一边反抗。卡拉奶奶实在无法看她胡闹下去，上来就甩了女孩一耳光，并教训道，比起那个露了一脸就死在客厅的护士，伊丽莎白已经很幸运了。命运从来就不公平，作为成年人更应该接受这个事实，而不是没完没了的任性。说完命令女孩躺下打针，女孩终于鼓起勇气面对。这次卡拉奶奶让男人们都出去，自己动手给伊丽莎白打了一针，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告诉她一会儿来吃午饭。其实卡拉奶奶看着女孩遭罪，心里也很难受。亚历克斯乘坐的轮船在纽约靠岸了，但低等舱的乘客必须先到移民检查站接受检查，这让亚历克斯感到不安。他挤到船务人员身边询问，原来提前在大使馆办过入境许可的人可以直接登岸，否则只能先去检查站。低等舱的乘客多半都没有办过手续，亚历克斯也一样。亚历克斯这才感受到，离开家族庇护的他也失去了特权和安逸的生活，只能与平民一样被驱使，去被迫争夺生存机会。每个人都被贴上编号，运往检查站所在的小岛，亚历克斯也不例外，这让他感到怔怔不安。果然，简单粗暴的检查很不友好。被问起姓名时，亚历克斯放弃了家族的姓氏，报上了斯宾塞的姓氏达顿。入境理由是寻夫。看着公章落在申请表上，本以为结束了，其实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就是漫长的排队、等待、繁琐的各种检查，
没完没了的盖章，最后来到了体检。身边一个悲伤的孕妇抱怨自己因为怀孕而被拒绝入境，因为怀着孩子的她没有办法工作，这令亚历克斯瞬间陷入恐惧。负责给亚历克斯体检的是个高大的男医生，他命令亚历克斯做了一些简单的动作后，就要求他脱光检查，这令亚历克斯倍感羞辱，所有的自尊和骄傲全都被这毫无隐私的赤裸裸的检查给击碎。但他对肚子里小生命的担心压倒了暂时的羞耻，只要能够过境，能够保住孩子，亚历克斯放下了尊严和贵族的骄傲，接受检查。可他依然没有逃过医生粗鲁的复检。You will not. Then back to the ocean you go. You're pregnant. 在发现她怀孕后，她又被赤裸裸地交给了下一个男医生。亚历克斯感觉自己已经不再是个人，只是一块行走的肉块，被人随意的按压翻弄。终于完成了这令人终身蒙羞的检查结束后，他被带了出来。此时的亚历克斯感觉有一部分灵魂已经死在了那个检查台上，只剩下疼痛的残缺不全的自己走了出来。他被安排在孕妇那一组，有的女人因粗鲁的复检而流血不止。身边的女人想向亚历克斯讨要点吃的，被拒绝后干脆不客气地夺走了亚历克斯的单据，得意地说移民官收受贿赂，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用身体也可以。言下之意，不管亚历克斯现在表现得多清高，一会儿都得为了许可证而出卖灵魂。亚历克斯愤怒地扇了女人一耳光，抢过了单子。他坚信自己绝不会。终于轮到亚历克斯，当他进入房间，移民官正在整理衣服。看来那女人说的属实，这移民官也是个体力活啊，身体不好都干不了。移民官一脸傲慢的张口，就要亚历克斯体现一下个人价值，因为美国不缺乞丐和妓女，只要有能力和体力生存的人。亚历克斯表示自己会找到丈夫，然后一起经营牧场。没想到移民官认为亚历克斯在撒谎。一个拥有牧场的男人，哪怕他是个瘸子，也不会让自己怀孕的妻子独自己在低等舱漂洋过海。亚历克斯终于情绪爆发，隶属这套反人类的移民检查程序如何变态，如何与崇尚自由的价值观相左，如何低级流氓，说的移民官脸上一会儿绿一会儿红的。在检查学历阶段，亚历克斯干脆找了一首诗暗讽 Re-examine all that you've been told and dismiss that. 结束时，亚历克斯表示，如果想拒绝入境就拒绝吧，自己哪怕离开也要体面的离开。没想到移民官良心发现，给他盖了章。美国他终于来了，虽然不知道之后的路将经历如何的坎坷，但他至少已经完成了最遥远的那一段。在拥挤的街上，亚历克斯向一个报摊的老头买了张地图，老头很热心地告诉他，中央车站在上城区，沿途的治安很不好。他告诫女人如何保护好自己和钱袋子，而且最好能打车去，然后帮亚历克斯拦了辆车。亚历克斯把钱藏进了鞋子里，到了中央车站售票口买了张中途票，把所剩不多的钱藏进了内衣，终于可以等待出发了。售票员向亚历克斯强调，车站的骗子和小偷非常多，一个女人千万要小心。感觉这接下来的旅途又注定非常艰难了。卡拉奶奶久等丈夫不归，心神不宁，顶着寒风在屋外翘首以盼。医生刚要离开，就看到了远远的马队徐徐而来。老雅各布终于带着孙子和牛仔们平安回来了，医生刚好也在，顺便就给赞恩做了个检查。赞恩的病是颅内出血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导致的。医生告诉雅各布，他需要马上给赞恩做一个开颅手术，否则这个牛仔将会性命不保。不过这手术也有很大的风险，除了缺少助手和一些设备，最麻烦的是没带麻药。老雅各布决定把情况告诉赞恩，让他做决定。杰克刚回到房间，就看到正在收拾东西的伊丽莎白。女孩表示自己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如果杰克爱自己，就跟着自己一起离开。杰克不理解为何短短几天就让伊丽莎白做出如此决定。这时卡拉奶奶带着2个牛仔来给伊丽莎白打针，女孩让杰克在旁边看着自己经历的恐惧。杰克眼里充满了心疼，也让他明白这个城市女孩真的不可能成为卡拉奶奶那样坚强的女人。斯宾塞开着车子一路走来，终于在一片牧场边的道路上碰到了查斯酒的检查站。斯宾塞赶紧绕道停进了一个废弃的农舍旁，打算等到晚上再行动，而且他要把那些私酒扔掉。意大利小子反对，认为像他表兄说的，拿钱疏通应该没问题。
斯宾塞可没那么乐观，他表示对方要不收钱怎么办？他可不想背上人命，更不想为了几箱酒把命搭上。意大利小子干脆就拔出枪威胁，被斯宾塞1秒就缴了枪。斯宾塞告诉意大利小子，他眼里的发财机会就是个卖命活，他所谓的表哥给他的财路就是拿他趟雷的。然后斯宾塞给意大利小子2个选择，要么跟自己去火车站，要么继续开着这辆车去送死。意大利小子执迷不悟地认为自己不会辜负家人的重托，于是两人分道扬镳。临走，意大利小子要回了手枪。很快，斯宾塞就听到了枪声。意大利小子开着车勇闯检查站，爽快地把自己送走了。所以啊，有的人看似是命运对他不公，其实很大原因是他自找的。斯宾塞躲过了一劫，而亚历克斯却在车站被歹人盯上了，就如同他写给斯宾塞的信中所担心的那样，两人的相见注定要好事多磨。这一集，唐纳德就迫不及待地邀请来各路富豪，开始推销自己的新的商业项目——旅游业。他认为，比起矿业，旅游业才是未来最好挣钱的商业模式。矿产会被采光，而人对新鲜刺激的追求永不会枯竭。而且，蒙大拿有着特殊的自然风光和粗犷的野生环境，这是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的资源。提起所有人的兴趣后，他开始详细介绍自己的计划，要修机场、修公路，然后就是包含滑雪、雪橇等冰上项目的雪地度假村。经过这一番营销，这个雪地度假村计划以每股10万美金的价格，一下子就众筹到一笔可观的项目资金，这令班纳吃惊不已。同时，他不安地提醒老板，那块地的核心地段就是达顿家的牧场，这老头子可不好对付。唐纳德表示，现在是时候组建一支军队，发起战争了。班纳回到家，灌了杯酒，就问妻子，如果可以让孩子将来名牌大学随便挑，家里有女佣做家务，住豪宅，子孙后代都不必再风餐露宿辛苦劳作，而是可以过上世代吃穿不愁的生活，但这一切的代价是让别人穷困潦倒，家破人亡，这种交换是否会良心不安？没想到妻子坚决地说，良心在贫穷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要做就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这令班纳本来还有些犹豫的心瞬间强硬起来。比起富裕和幸福的生活，牺牲别人有何不可？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弱肉强食的规则。说干就干，班纳马上召集好几个愿意拼命的兄弟。唐纳德希望班纳不要重蹈上一次失败的覆辙，要做就要做得彻底。他告诉班纳，在蒙大拿和怀俄明之间有一块无主之地，这一块只属于联邦政府的地区，刚好是一个法律空白，不论在哪里杀了人，丢在这块地上都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这等于给班纳吃了一颗定心丸。就在这时，妓女忽然进来说她失手杀了另一个，于是这个抛尸的脏活就安排给了班纳，顺便让他拿着地图去踩踩点。在老达顿家，祖孙俩做了一个简易的固定工具，赞恩的手术就算一切就绪了。卡拉奶奶叫走了执意要陪伴赞恩的妻子，老雅各布和杰克做助手。医生用最原始的药剂麻醉了赞恩，然后在他的头顶开了个洞。没想到赞恩忽然就醒来，惨叫声吓坏了楼上的伊丽莎白。医生镇定地继续手术，血腥的场面让杰克作呕。终于，医生取出了积血和压迫大脑的血块。简单的包扎后，赞恩奇迹般地站了起来。杰克大赞医生的手艺精湛，医生却颤抖着闷了一大口酒压惊。赞恩奇迹般地走到妻子面前，两人拥抱着，庆幸劫后余生。但卡拉奶奶看到孙儿正落寞地独自在雪地里散步，她告诉丈夫，伊丽莎白要离开了，自己劝了也没劝住。老雅各布决定自己去找女孩聊聊。一进门，老雅各布就看到了整理好的行李。他理解女孩的选择，表示如果是自己也会想和女孩一起逃离几个月。说起杰克，这小子之所以不愿意离开，并不是不爱妻子，而是因为现在达顿家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寒冬，而是一场保护家园土地的战争。所以他无论有多爱妻子，都不会选择临阵脱逃，他必须留下来战斗。说到这儿，女孩开始体会到杰克的不容易和自己的软弱。这时卡拉奶奶拿着针进来，伊丽莎白鼓起勇气决定自己打针，但疼痛依然让她难以忍受。卡拉奶奶觉得打了那么多针了，依然这么疼，似乎不太对头，于是去找来医生。
没想到转头间就得到一个好消息，伊丽莎白怀孕了。这对经历过流产的伊丽莎白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对卡拉奶奶和达顿家来说更是一个久违的喜事儿。老雅各布在门廊看到一对小年轻和好如初，倍感欣慰，得意地告诉卡拉自己还是很了解女人的。卡拉奶奶忍不住告诉他，事实上正因为他对女人一窍不通，自己才会一直留在他身边。这令老雅各布认为卡拉奶奶是在酸，但马上孙子就高声地宣布了好消息，这令老雅各布又高兴又尴尬，这打脸也来得太快了一点了。亚历克斯在车站的洗手间被抢劫了，虽然他奋力搏斗，但还是不敌对方，被抢走了所有的钱和值钱的物品，包括好友送的手表。因为他的反抗还遭到了一场暴揍，这场突如其来的厄运让他差点错过了那趟列车，一旦错过，他将再也没有买一张新车票的钱了。于是亚历克斯脱掉鞋疯狂地追赶，拼了命地跳上火车，像个疯女人一样衣冠不整，满脸淤青地站在一众惊讶的乘客面前。他努力保持镇静，来到自己的车厢，轰开吵闹的孩子，爬上自己的床铺。这时所有的委屈和恐惧才扑面而来。斯宾塞失去了车子和搭档后，开始独自步行，路上驶来一辆警车，警长对斯宾塞一通查问后，提出亲自把他送到火车站，态度坚决。斯宾塞似乎没得选，登上了这辆警车。车一开动，后面就又跟上了一辆。这时警长才亮了底牌，原来意大利小子临死还是把斯宾塞拖下了水。警长已经知道斯宾塞就是同伙，要求他继续把酒送到，只是这一次还要随车带上几个警察。警长以起诉他运私酒为威胁，斯宾塞没得选，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干这趟脏活。很快他们来到了城镇，并且找到了接货地点。停下车，接头人就发现斯宾塞身边不是意大利小子，两边一言不合就开始枪战。斯宾塞趁乱逃跑，路上还救了一个被游街的妓女，然后一路狂奔来到火车站，拼命跳上一辆开往北方的火车，成功甩掉了警察。但车厢里的几个流浪汉投来不善的目光，让斯宾塞意识到这是刚出虎穴又入狼窝。果然刚坐下，对方就开始打劫，要求斯宾塞有粮交粮，没粮交钱。斯宾塞拔出枪表示钱粮都没有，子弹倒是很富裕。对方也不怵，撂下话，就不信斯宾塞没有困的时候。于是双方就开启了一场瞪眼大赛。经历了1天1夜的对视后，斯宾塞终于熬不住了，就在他刚刚打个盹的时间，3个人就扑了上来。斯宾塞猛地惊醒，很快就崩了2个，打晕1个。这杀了人的火车也不能再待了，斯宾塞只能跳车，再次开启了徒步回家之路。治安官马姐和报案的印第安翻译一行在荒原的一棵大树下碰到了正在打盹的斯宾塞。这个拿着一柄猎枪，带着猎豹牙饰品，号称独自杀死过野生猎豹的壮硕白人男子，令印第安人惊讶。马姐则好奇，这个声称要回蒙大拿却带着武器在德州西部徒步的家伙的真实目的。而且这么巧的，与跑到这里抓人却一路杀着人的神父小队一样，都来自蒙大拿，这也太凑巧了。于是马姐要斯宾塞跟自己回去警局查实他的身份。斯宾塞对警察充满怀疑，上一个逼他做卧底的就坏透了。印第安人解释道，这里方圆几十英里内都没有任何水源和人烟，所以无论他是真的路过还是一个逃犯，能碰到救援离开这里就是幸运的，并且保证如果他是清白的，那就送他上火车回家。斯宾塞再次没得选，只好拿上行李悉听尊便。斯宾塞被带到了德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警察局，马姐带他直接来到警长办公室。这座警察局正在改扩建，警长表示，自从德克萨斯发现了石油，这里违法乱纪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不扩建，连人都关不下了。马姐借用电话打通了接线员，那个年代还在靠人工接线，接线员都是女人，就像警察局都是男人一样。电话接通了，老达顿的好友警长接起了电话，他比较好奇，怎么女人也能当警长的。最后在马里洛警长的证明下，他才相信。被问起斯宾塞，他再熟悉不过了。
这是一个拥有国会荣誉勋章的英雄，连总统都能为他作证。这一席话让马姐大吃一惊，可斯宾塞只是平静如水地表示自己早忘了还有这回事儿。接过电话，斯宾塞就问杀死自己哥哥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吗？老警长忙解释，现在在蒙大拿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斯宾塞坚决地说自己马上就会回来迎战那些家伙，并请警长把这个消息带给自己的婶婶卡拉。警长赶紧阻拦他，并告诉马姐要把他扣住，但马姐表示这是违法的，挂了电话就释放了斯宾塞，还送了一张火车票。看到这里，真希望斯宾塞登上的这辆火车就是亚历克斯那辆，不过编剧肯定不会这么编吧。斯宾塞带着枪就要上车，被检票员拦在车下。斯宾塞执意要带枪上车，最后列车员也不敢再阻拦。要说这可是要去一个人打100个的超雄啊，不敢惹就对了。另一边的亚历克斯可没那么幸运，身无分文的他快被饿晕了。他恳请列车员施舍一份食物，被拒绝了。在他苦苦的哀求下，列车员带他找到车长。车长认为亚历克斯所说的遭遇都是编的，但也不能看着他饿死。列车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他需要付出劳动才有吃的。就这样，亚历克斯成了一名餐车服务员。当服务员也确实是个体力活，走来走去，端菜倒水，被使唤来使唤去，被评头论足，甚至还会被骚扰。对这个英国上流社会的贵族女人来说，这一切都是一种屈尊降贵的侮辱，但她努力地适应着，毫无怨言。一天的工作下来，亚历克斯攒到了一些小费和一顿晚餐。虽然面包硬得像石头，但饿坏了的亚历克斯毫不在乎地狼吞虎咽。回到车厢已经是深夜，脚都磨破了。列车员送来一双平底鞋，并通知他早上6点要去餐车报到。这也没剩几个小时可以睡觉。刚爬上床，这一折腾吵醒了同屋的女人。女人有点幸灾乐祸地说，亚历克斯这个细皮嫩肉的娇小姐可算是体验了底层人的生活不易了。然后煞有介事地介绍作为底层妇女的生存秘诀，那就是要么拼命干活，要么偷盗，要么嫁人。看起来亚历克斯比较适合嫁人，但亚历克斯表示自己已经嫁人了。女人则认为亚历克斯嫁得并不好，西部农场的苦寒生活可不是什么女人都受得了的，自己要不是为了孩子，也不会跑到这儿来吃苦。这话倒让亚历克斯想起了即将成为母亲的自己。是啊，马上就要做母亲了，对女人来说，人生从生下孩子的那一刻起就会被彻底改变。母亲这个身份需要一个强大的精神和肉体来承担。天微微亮，亚历克斯又起身上班了。早晨的餐车只有一桌，这是一对有钱的夫妻，他们正看着报纸，聊着战争和汇率。亚历克斯忍不住插嘴说出自己的观点。夫妻俩马上认定这个纯正英国口音的女孩是来自牛津郡，是个独自跑到美国旅游的叛逆少女。其中的丈夫更是给出了一张大额的小费以示赞助。亚历克斯没有多做解释，高兴地收下了小费。没想到一扭头就看见那个骚扰他的衣冠禽兽，此人又开始骚扰亚历克斯。这次更过分，他把手伸入了女人的裙底。亚历克斯忍无可忍地用咖啡壶把这个变态打了个满脸开花。这个过程被那对英国夫妻看在眼里，亚历克斯也因此被关了起来。警长和列车长都不听他的解释，执意要秉公把他交给芝加哥警方。火车在芝加哥站停靠，警察上来就要带走亚历克斯。那对亲眼看见整个过程的夫妻挺身而出为亚历克斯作证。警察放掉了亚历克斯。原来那个流氓还谎称说亚历克斯是他的情人。警察留了地址给亚历克斯，告诉他如果他愿意第二天去警局作证，那么就可以对这个流氓提起诉讼。但亚历克斯更想继续前往蒙大拿。扭头间，他突然发现那个带孩子的妇女下车了，手里居然还提着自己的行李。他赶紧追上去抢回了行李，想必连行李都不放过，更别说那些小费了。在亚历克斯提出要报警的威胁下，女人交出了亚历克斯的钱。可惜开往下一站的火车停运了，原因是积雪封路，而且乘客也只有寥寥的数人。亚历克斯瞬间绝望不已，这一路上的悲惨遭遇令他身心俱疲，现在还得留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等几个月，到时候肚子大起来行动不便，他更无法继续前进了，更别说这几个月的生存都是问题。不过他终于还是遇到了好人，那对为他作证的夫妻再次伸手帮助他。
邀请他回家借住。亚历克斯虽然满心的警惕，但这对夫妻真的很像好人，至少现在是。洋官班纳带着2个老乡一起来到了抛尸地点，其中一个就是混入治安队里的奸细，死了的妓女就这样被丢入了荒地。杀了搭档的另一个妓女来到街巷中，轻车熟路地找上一个女孩，金钱加上甜言蜜语，又一个妓女上钩了。冰雪初融的黄昏在夕阳下依旧寒冷。达顿一家正围坐在餐桌前准备晚餐，赞恩一家人的加入让屋里显得热闹了许多。卡拉奶奶想去买几只鸡放进新修好的鸡圈里，家里的鸡蛋已经断供好久了。赞恩自告奋勇的要骑马去，老雅各布坚决反对，哪有头部手术后1周就去骑马的？杰克横插一句不想再吃豆子了，惹得伊丽莎白笑个不停。屋外传来的汽车声让一家人警觉起来，男人们都纷纷地拿起枪，不过虚惊一场，是警长来报信儿。老雅各布对斯宾塞回来的消息感到又喜又忧，他担心这个消息很快就会被唐纳德知道，对侄儿不利，于是请警长安排人到车站保护，自己也打算带人过去接。警长担心达顿家与唐纳德发生冲突，老雅各布怒吼：“这不就是唐纳德想要的战争吗？”于是2人掐指一算，斯宾塞的火车至少要2天后才会到站，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酒吧里，班纳一伙谈论着斯宾塞。知情者介绍，这个英雄曾经在阿尔贡战役中带领步兵一师拿到荣誉勋章，而战争后他则一直在非洲捕猎狮子。这一席话让班纳感到紧张，他马上安排人到火车站守着，要把这个可怕的家伙杀死在车站，然后自己再去屠了老达顿一家。安排完，他就匆匆来找主子唐纳德汇报。此时，唐纳德正在观赏妓女们的 SM 表演，香艳刺激的场面让班纳一踏进来就吓了一跳。他告诉唐纳德，老达顿家的王牌就要到了。唐纳德无所谓地表示，一个人战斗力再强也有限。班纳赶紧补充，此人还有指挥才能，而警长也是达顿家那边的。唐纳德看出班纳的慌乱，安慰道，法院还是自己这边的呢，不管他之前多厉害，现在才是重点，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唐纳德狂妄地表示，自己从来就不是规则的服从者，而是规则的创造者，所以抓住斯宾塞并杀死他，什么英雄什么历史都会灰飞烟灭。班纳被说服了，起身去实施计划。出门前瞟了一眼床上的2个女人，恻隐之心让他喃喃道，这也是别人的女儿。唐纳德一脸坦然地表示，女儿怎么了？他妈要来了也一起调教了，他们都是自己的工具人，调教好了将会是降服达官显贵的利器。唐纳德指挥着2个女人之间的游戏，在疼痛与欢愉的交替中，女人的神经与心理被重建，疼痛刺激大脑释放内啡肽，多巴胺又强化了对欢愉的奖励预期，这种成瘾机制让人沉沦。生理上，痛苦被大脑转化为快感，心理上，受害者会对施暴者产生斯德哥尔摩式的依赖。这段看似香艳无比，却是为了说明唐纳德要的不仅仅是金钱，他更沉迷的是权力，而权力的终极形态不是暴力，暴力只是手段之一，权力的终极形态是掌控他人。唐纳德对这2个女人的控制，体现了权力对人性的彻底物化。在权力面前，人没有尊严，只有利用价值。那句他妈来了也一起调教，更是彻底暴露了他的反人性逻辑。亲情、伦理、道德在权力面前毫无意义，同时权力也是对叙事权的垄断。面对斯宾塞和达顿家，唐纳德要做的不仅仅是杀人，更是要抹去对手的存在意义，以及抹去自己用肮脏手段获得成功的过程。班纳一闪而过的良知很可能是个伏笔，也许在某一天他的良心会救了他，但这点良心在唐纳德看来就是软弱。唐纳德的傲慢注定成为他失败的起点，因为真正的权力幻想不是掌控他人，而是以为自己能够永远掌控他人。被掌控者终有反抗的一天，那一天就是权力的覆灭。达顿家也连夜安排，老雅各布把侄孙杰克和受伤的赞恩留下守家，自己带人去火车站接侄儿。卡拉担心的嘱咐老伴儿一定要平安回来，执意要老雅各布发誓保证才罢休。她紧紧地拥抱了丈夫，让人不禁捏了把汗。看来这趟街车凶多吉少，大战一触即发。夜晚，守家的杰克对爷爷只带了3个人感到不安，他决定自己去支援。大胡子看着杰克纵马而去，自己起身去通知赞恩。屋里的卡拉奶奶和伊丽莎白都睡不着，卡拉奶奶胡乱地织着毛线来安抚忐忑的心情，女孩蜷在毯子里表示眼前的处境很不真实。
现在是有飞机有火车的20世纪了，居然还会有人上门抢土地，甚至还为此杀人。卡拉奶奶感叹，不论人类科技发展有多快，那些被时尚服装包裹下的依然是野性难寻的野兽。想想圣经中的10诫，最后一诫不可以贪恋他人的土地财产妻子，但偏偏人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贪欲，所以人类迟早要因此而灭亡。这时卡拉奶奶看到牛仔与赞恩交谈，她马上意识到有事儿，不动声色地支开伊丽莎白。杰克独自跑去找爷爷的消息令卡拉倍感担心。清晨的树林万物静默，杰克听到身后有马蹄声，赶紧躲入树林。来者正是班纳的2个伙伴，他们声称是畜牧协会的纠察队的队员，把杰克从树林里骗了出来。杰克以为是自己人，收了枪，却没想到被对方一枪放倒，然后就这样毫无防备地死在树林中。2人匆匆毁尸灭迹离开了。老雅各布来到车站，老友警长已经守了1夜睡着了，被雅各布惊醒，差点拔枪相向。他预测斯宾塞会乘坐后天的列车到达，而且班纳并没有出现。雅各布观察了下地形，他觉得班纳一会儿会在站台上动手，因为那里骑马好来好去。这3天注定不太平。不过无论如何，先喝杯咖啡缓缓神。这段剧情里杰克死得太突然，太揪心了。他偷偷去支援爷爷的行为虽然责任感很强，但明显经验不足。他的死让人感受到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暴力世界中的脆弱。他相信规则，相信自己人，但敌人早已不按规则出牌。卡拉奶奶和伊丽莎白那段对话直接点出了本片的主题：人性的贪婪从未因为时代进步而消失，反而利用高速发展的科技进步产生更大的破坏力。人类就像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任性孩子，手里却摆弄着一个灭霸的手套。果然斯宾塞的火车也被大雪耽误了。他问过列车员后，打算在利文斯顿下车改签另一条路。虽然这会慢上1天，但至少不会被遥遥无期的铲雪工程耽误。亚历克斯在这对夫妻家里被照顾得很好，他和斯宾塞的冒险故事让这对夫妻感慨不已。他们甚至比亚历克斯还激动，提出要开车送亚历克斯过去。在策划了线路后，这趟1500公里的长途旅行就被敲定下来。3人一路喝酒聊天，甚是快乐。亚历克斯还就此学会了开车，日夜兼程赶往蒙大拿。很快周围的风景开始越来越西部，马群从车窗外奔驰而过，路边扎营的印第安部落，天空飘落的雪花，都意味着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但是风雪越来越大，路也越来越湿滑。他们打算在前方的小镇停歇，路过加油站，老板娘建议他们改成火车。再往前开就没有水泥路了，路况不好，又是雪天，汽车很难达到目的地。但亚历克斯似乎没有选择。路上雪越来越大，亚历克斯冻得发抖。夫妻俩建议亚历克斯裹上毯子睡下。他们喝着酒继续赶路，油箱里的油所剩不多了。亚历克斯不知不觉睡了过去。当他再醒来时，车子被大雪覆盖。这对好心的夫妻已经被冻死了。刺骨的寒冷让亚历克斯再次回到了车上。人类总是傲慢地藐视大自然，但这恰恰是大自然收割灵魂的时刻。最终，人类会为自己的狂妄和愚蠢买单。寒冷的清晨，卡拉早早就坐在门廊等待丈夫和侄儿的消息。她让赞恩回屋里休息，赞恩不放心丢下她一个人。卡拉表示自己拿枪的速度不比牛仔们慢，而且她笃定地说今天侄儿和丈夫肯定会回来战斗。赞恩开玩笑地表示回来拼命。卡拉坚决地认为，为了保护值得拥有的东西，就应该拼命战斗。赞恩感叹，这世界像卡拉奶奶这样的女人已经不多了。卡拉则认为，是能够配得上这样女人的男人所剩不多而已。这时，伊丽莎白推门而出。他焦急地说杰克还没回来。卡拉奶奶不得不告诉他，杰克昨晚就起身去支援老雅各布了。接着卡拉表示自己反对孙子这么做，作为一个即将成为父亲的人，对家庭的责任不允许他这样不告而别。说罢让女孩回屋去，别感冒了。一番话倒让伊丽莎白不好发作，起身回了屋里，愤愤地扔下一句，能在这鬼地方感染的就只有死亡了。这句话简直是在感应杰克的死亡。班纳回到家，独自坐在黑暗中沉思，把妻子吓了一跳。他充满自我怀疑地告诉妻子，自己虽然不是一个好人，但也不会以折磨别人为乐。回想以前为了微薄的薪水在船上做工，现在的自己只是想不要再被人占便宜。达顿家占了足足2个县城大的地盘，他家才是最大的地主，但他也不算坏。
相比唐纳德才是真的坏，唐纳德更像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魔。达顿家坚守自己的土地，不管别人的死活，虽然显得自私，但也在情理之中。而且达顿家那种不屈不挠坚守自己财产的态度让人感到敬佩，而唐纳德却以折磨他人为乐，他要的不仅仅是掠夺他人。说着，班纳就说出妓女的事儿，他表示自己无法继续为唐纳德工作了，他让妻子收拾东西，带着孩子一起离开，躲开这个是非之地。候车大厅里，两个杀死杰克的凶手推门而入，与警长微微点头后就忙着溜到了站台上。雅各布警惕地询问警长，这两个人看起来陌生。警长介绍说，这是在他中枪后由卡拉招募的，有一个还在芝加哥做过警察，但他们的爱尔兰口音让老雅各布充满怀疑。雅各布来到站台上，看着列车来的方向，周围安静得令人不安。他瞟了一眼角落里的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警长告诉他，列车2点20分到，候车室里的人开始多了起来。雅各布回到屋里，周围看起来都是乘客无疑，但紧接着他就看到班纳带着老婆孩子提着行李来到售票窗口买票。班纳买完票安顿下妻儿，毫不避讳地主动来找雅各布。老雅各布认为班纳这次的伪装真的很拙劣，班纳则直言自己是真的想走，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他警告雅各布，唐纳德绝不会让他的侄儿活着离开车站，而且像唐纳德这样的人会前仆后继地来到这里，达顿家有的应付了，而自己只是想离开。老雅各布告诉他没门，这都是班纳惹来的事儿，现在想说走就走。班纳自知理亏，他请求雅各布放自己的妻儿离开，雅各布答应了。班纳最后告诉雅各布，唐纳德安排的人不仅仅会来车站，言下之意还会有人直接去达顿家的农场，这令老雅各布瞬间神色凝重起来。班纳回到妻子身边，把钱交给妻子，然后嘱咐妻子等会儿混乱的时候不要惊慌，直接穿过人群登上火车。火车在冰原上驰骋，车外的野牛群引起一个男孩的惊叹。斯宾塞指着窗外的一个方向说，那里是著名的战场，拉克塔人管那场战役叫做有草之战，因为那块土地上的草蛋白质含量很高，叶子摸起来很油滑。那是美国人输得最惨的一场战役。男孩很惊讶，这和学校讲的不一样。斯宾塞告诉他，学校里不会教真相，只会教服从。男孩注意到斯宾塞手中的兽牙，于是拿出私藏的小匕首来交换。斯宾塞表示，这枚兽牙本来是想留给自己儿子的，但还不知道那个孩子什么时候会降临人间。男孩很希望换到那枚兽牙，于是顺口就说，也许永远都见不到了，除非你自己会生孩子。斯宾塞并没有为这个孩子这句戏言往心里去，犹豫再三，他还是把兽牙给了男孩。男孩拿到兽牙，得意地说，斯宾塞被骗了，这世界上有多少把这样的小刀，但这枚兽牙估计只有这独一份。斯宾塞无奈地笑了笑，看向窗外。豪宅里的早餐桌上无比丰盛，管家佣人们忙碌着，这是唐纳德和两个女人的早餐。唐纳德抱怨着乡下的报纸上什么有价值的信息都没有，丢下报纸就把注意力放到了新加入的女人身上。看着女人不情不愿的样子，又开始了一场调教。而他安排的杀人大部队浩浩荡荡地开了好多辆车，他们兵分两路，一半来到达顿家附近的树林，下车后向达顿家包抄而去。一个打瞌睡的牛仔刚被叫醒就中枪倒地，另一个大胡子打了几枪，发现对方人多势众，赶紧撤退，骑上马一路狂奔往回跑。卡拉奶奶在屋里听到了枪声，赶紧下楼通知赞恩，同时安排伊丽莎白拿上枪躲好。赞恩告诉卡拉奶奶要到高处去防守，自己带人用草垛掩护。杀人大部队打开了牧场大门，长驱直入。大胡子终于找到了大部队加入防守，但这也就是区4个人，对方是好几倍的人数。双方对射了几枪后，赞恩认为这么打坚持不了多久，决定退回屋里防守，于是分2次撤退。当两个牛仔爬上屋顶，发现对方源源不断的还有车子开来，让他们感到绝望。卡拉奶奶在窗前准确地狙击了一个又一个，大家都在努力地抵抗着一波一波的进攻。最终对方被暂时的击退了。牛仔们判断对方会在山脚等到天黑后再进攻。站台上，乘务员大声广播着列车即将进站的消息。警长和牛仔们严阵以待。忽然，老雅各布看到有车子停在车站外，源源不断的打手开始聚集进来，人数多得惊人。老雅各布机智地压低帽子，藏起警徽，偷偷来到站台上。他告诉警长，对方的人来了，目前有10多个，恐怕还有更多，希望警长把警察局的人手调过来。警长说，警局也只有3个人，显然这点人手与对方比起来杯水车薪，但也没有其他办法。老雅各布拿出手枪，准备决一死战。这些人都是班纳的熟人，他们和班纳打着招呼。
班纳的儿子则在一旁好奇地问为何要离开。班纳心不在焉地表示这里不好挣钱。亚历克斯在车上冻得快失去知觉了，求生欲让他奋力挣扎着爬起来。他不再顾忌什么，从死去的女人身上剥下手套和毯子，然后鼓起勇气跑到不远处的男人身边，从他身上找到钱、打火机和酒。回到车上，用打火机点燃了一堆火，这堆火让亚历克斯感觉到一丝可以维系生命的温暖。但很快那些可以烧的都烧完了，只剩下斯宾塞的信了。亚历克斯依依不舍地拿起那些信，为了活着，他没有更多的选择。当他把信扔进火里，内心的委屈和愤怒喷薄而出。他大声地质问上帝为何这么安排，给人爱情的甜蜜又残酷地夺走他，赐给自己一个孩子，又把自己推向死亡。忽然，远处传来的汽笛声让他警觉起来。他发现一辆火车正在奔驰而来，自己的位置刚好在铁轨边。于是他翻出酒瓶，把最后一点酒全都倒在车上，然后跑出车子，大声呐喊，希望以此引起列车的注意。但列车没有丝毫的减速，他的哭声却刚好让窗前的斯宾塞看到了。斯宾塞大吃一惊，窗外的女人竟然是亚历克斯。他狂奔地穿过车厢，最后在众目睽睽中跳下了车子，直奔亚历克斯而去。两人在互相的呼唤声中相遇并紧紧相拥，这对夫妻终于又在一起了。斯宾塞决定抱着妻子跑向几公里外的小镇。亚历克斯告诉斯宾塞自己已怀孕的消息，这更是给了这个壮硕男人无穷的力量。幸好火车在前方停下了，等待这对离谱的乘客。斯宾塞也不用抱着亚历克斯跑几英里了。回到车上，一个军医赶来义务看诊，他发现亚历克斯冻伤非常严重，体温也很低，于是开始给亚历克斯升温，同时告诉斯宾塞到站后不要下车，下一站所在的城镇有更专业的医生处理冻伤，而且可以联系救护车在火车站等待，这样可以让亚历克斯更快地接受治疗。这让斯宾塞犹豫了。汽笛声响起，列车驶向车站，站台上的双方纷纷手摸着枪，剑拔弩张，气氛瞬间紧张起来。班纳最后一次嘱咐妻子直接上车离开这里，开始新生活。妻子发现这话不对，但为时已晚。班纳的一个吻作为最后的告别，他起身来到站台，两个手下也跟了过来。列车进站了，坐在窗前的斯宾塞很快就从人群中辨认出哪些是杀手，同时他也看到了警长和叔叔老雅各布。事不宜迟，他抓起枪冲出房间，同时站台上的杀手也开始往车门处移动。警长大声警告，双方瞬间都拔出枪对峙着，每个人都紧张的一触即发。杀死杰克的大胡子注意到车厢里移动的斯宾塞，于是抢先开了枪，但没射中。这声枪响马上引起了双方的对射，姜还是老的辣，警长和老雅各布瞬间就放倒了好几个，牛仔也有受伤的。班纳没有开枪，他想掩护妻儿上车，但妻儿在门口就被乱飞的子弹惊吓得不知所措。正当班纳着急的不行，斯宾塞的大手拉住孩子和女人，把他们安全拉上了列车。班纳这一刻充满了感激。这时警长中弹倒下，一个家伙瞄准了雅各布，被斯宾塞打死。大胡子从车下偷袭老雅各布，班纳果断地将他送走，但此时倒在地上的警长把枪口对准了班纳，扣动了扳机。赶来的警察解决了剩下的歹徒。老雅各布来到班纳身边，感慨班纳是个守信用的人。班纳也在咽气前恳请老达顿放自己的妻儿安全离开，老雅各布答应了。接着他登上火车，这叔侄二人终于见面了。老雅各布希望侄儿马上跟自己回家支援，侄儿要把妻子送到医院。老雅各布担心这时间可能家就没了。这时医生发现了老雅各布中弹了，斯宾塞决定让叔叔和妻子一起先去医院，于是拉着叔叔来见了妻子。亚历克斯通过那些信对老雅各布已经非常熟悉，他感叹没想到战争竟然是真刀真枪的战争。斯宾塞吻了妻子，保证自己会到医院去见他，然后起身奔赴战场。隔着车窗，亚历克斯目送丈夫离开。牛仔提醒斯宾塞用那么大的猎枪太笨重了，不如用散弹枪，但斯宾塞认为威力大的枪才能速战速决。此时的唐纳德正在和自己的富豪股东们分享着自己的宏伟目标，他轻描淡写地把对达顿家的屠杀形容为一场决定性的谈判，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同时把自己调教好的妓女分享给在座的股东们。
另一边的农场里天色擦黑，歹徒们开始进攻了。大家奋力防守，但依然寡不敌众。歹徒们渐渐地靠近了房子，火把扔进了屋里。赞恩扑灭火，又忙着准备上楼支援。这时有人闯进了房子，赞恩打死了一个，伊丽莎白勇敢地持枪打死了另一个。当他换子弹时，对方拿出了手枪，伊丽莎白绝望地大喊。赞恩及时补枪，并称赞伊丽莎白的支援。屋顶也有中枪减员。卡拉奶奶坚守阵地，但她被对方的冲锋枪压制得无法射击。忽然，她看到了远处有2辆车子，熄了车灯，正在慢慢靠近。直觉告诉她那是侄儿回来了。她大声地告诉大家，侄儿回来了。斯宾塞悄悄地靠近，隔着2辆车打死了一个机枪手，然后来到房子边，一枪就射穿了3个，推门进去，拔出手枪，3秒解决了屋里的一堆，就这么嚣张，就这么轻松。卡拉奶奶飞奔过来拥抱了这个大救星，但伊丽莎白发现来的人里竟然没有杰克。卡拉奶奶赶紧安排牛仔去寻找，很快这个可怜的孩子的尸体就在树林里被找到了。列车一靠站，亚历克斯和老雅各布就被救护车送往了医院。医院里，老雅各布在走廊听到亚历克斯艰难的分娩。由于亚历克斯冻伤严重，孩子早产了。医生对这个仅仅6个月大的婴儿的降生表示不乐观，希望女人接受引产，快点处理掉这个注定夭折的孩子，然后接受手术。但是亚历克斯拒绝医生的要求，而且他笃定这个孩子是一个强壮的男孩。果然，孩子生下来了，确实是个男孩。亚历克斯要抱抱自己的孩子。医生表示孩子的肺都没长好，活不了1晚，但孩子的哭声让医生的判断变得不那么可信了。医生还是坚持要亚历克斯马上进行截肢手术，否则连大人都保不住了。亚历克斯坚决要抱自己的孩子，哪怕耽误了手术，自己要尽力做到一个母亲该做的事儿，给这个虚弱的孩子喂奶，并让他感受母亲的温暖。雅各布要求医生尊重亚历克斯的选择，看着家属也站在女人一边，医生无奈地把孩子抱给了亚历克斯。女人赶紧把这个小生命抱在怀中，温柔的哺乳，并把自己最后的温暖和爱一并给了这个孩子。她1分钟也不愿意离开孩子，哪怕错过自己的手术。医生说她还能再生育，但如果不马上手术，她就会死。作为母亲的天性则告诉她，这个弱小的孩子如果现在离开母亲的温暖和母乳，很快就会像医生说的那样死去。所以哪怕只有1/1000的机会，亚历克斯都愿意拿命来交换这个孩子的存活。看着医生离开，亚历克斯告诉雅各布，自己给孩子起名叫约翰。为了纪念斯宾塞的亲哥哥，老雅各布希望亚历克斯能够考虑手术的事，因为他活着对斯宾塞很重要。但亚历克斯拒绝了。他表示做完截肢手术，一个没有手没有脚的残疾人根本无法再照顾孩子，只能给家庭添麻烦。雅各布认为亚历克斯应该和丈夫商量以后再做决定，但亚历克斯态度很坚决。他希望雅各布帮忙告诉斯宾塞自己为何放弃求生。老雅各布依然想鼓励女孩活下去，可他从女孩眼里看到了倔强、坚持和满满的不舍，令他心碎无比。斯宾塞和卡拉赶到了医院，卡拉看到老雅各布安全无虞，倍感庆幸。斯宾塞忙着就进入房间，昏暗的灯光下，亚历克斯已经奄奄一息。他喃喃地倾诉着医生们差点夺走自己的孩子，还有自己的手和脚，他拒绝了。斯宾塞泪流满面，他能感觉到女人正在全力以赴地保护这个孩子。亚历克斯用尽力气嘱咐斯宾塞好好地照顾这个孩子，就如同照顾自己一样，这是他用生命换来的。这个孩子是对斯宾塞的爱的报答，是2个人之间忠贞不渝的爱的结晶。斯宾塞悲伤欲绝地紧紧拥抱着女人和孩子，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他想紧紧握住这流沙般的团聚，永远记住亚历克斯的味道，他的温暖，他那瘦弱的身体和那颗坚强的心微弱的跳动声。虽然斯宾塞此刻恨不得和女人一同离开，但他的责任告诉他，他必须坚强的、痛苦的活在这个世界，保护好家庭和孩子，守住农场。他和亚历克斯只是暂时的离别，终有一天，当他完成他的使命，他会毫不犹豫地直奔女人的怀抱，陪伴她，再也不离开。卡拉奶奶看着这对被命运残忍分开的有情人，默默地关上了房门。她理性地安排牛仔马上去买2头产奶的羊。对卡拉来说，无论大人怎么选择，孩子活着才有希望。清晨来临，亚历克斯已经离开了。斯宾塞最后亲吻了爱人的脸，看着包裹中的孩子，他不知所措。卡拉奶奶走进来，抱起孩子，告诉侄儿，这件事交给女人来做，男人去做男人该做的事儿。斯宾塞满心的仇恨，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唐纳德。要不是他的贪婪，自己和妻子还在非洲的海滩上度假；要不是他对农场的步步紧逼，自己也不会和亚历克斯分开，而亚历克斯也不会死。哥哥和嫂嫂、侄子杰克都不会死。
农场也不会临近破产。他狠狠地揍翻了别墅前试图阻拦的保镖，直奔唐纳德的餐厅，上来就给了唐纳德一枪。妓女拿起餐刀刺过来，也被一枪解决掉。然后他放走了另一个。老雅各布走进来，以胜利者的姿态告诉唐纳德，现在就是达顿家反击的时候。唐纳德不甘心地表示，一切都要交给法律来审判，私刑是违法的。老雅各布告诉唐纳德，达顿家今天就是来解决唐纳德这个贪婪的无赖，让其他同样居心的无赖50年以内都不敢踏足这片土地，而且要让教科书上都写上他们的罪行，让子孙后代都看清楚这些无赖的贪婪的样子。斯宾塞控诉道，要不是他自己的妻子也不会死。他要求唐纳德说出妻子的名字，当那个名字从他嘴里念出，他的生命也随着枪声献祭给那些无辜枉死的冤魂。送走了仇人，就是重建农场。天气一暖，斯宾塞就带着牛仔去抓野牛了，这可以省下一大笔买牛的钱。卡拉奶奶小心翼翼地照顾着这个倔强的小生命。伊丽莎白离开了农场，她虽然嘴上说着自己永远不会忘记杰克，并且会写信回来，但卡拉奶奶根本不信。伊丽莎白会像她母亲那样，很快会在城里找一个男人嫁了，永远忘记这里的一切。伊丽莎白不做解释，她满不在乎地起身离开了。老雅各布宣布退休，卡拉奶奶调侃道，那以后自己要照顾2个小孩子了。故事就这样接近尾声，故事里的人却在他们的现实中不断经历着幸福和痛苦，得到和失去。几十年间，斯宾塞也曾与其他女人相处，但他再也没有娶过任何人，守着这个农场直到暮年。最后他蜷缩在亚历克斯的墓碑前长眠不起。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在那宾客欢腾的舞会上，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背影，那个令他多年魂牵梦绕、夜夜思念无眠的身影。女人转身的刹那，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当他再次拥抱着女人在舞池中起舞，亚历克斯笑颜如初地对斯宾塞说 Took you long enough. 好了，剧情就介绍到这儿，下一期我们再来好好聊聊这个结局。谢谢大家耐心观赏，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不见不散。